我遭遇了连环车祸，被撞得面目全非，失去意识前，我看到身为急诊科医生的老公匆匆赶来，可没等我松口气，就听见他冷漠的声音：快点，趁他还没死透，赶紧把肾摘了。后来当警察找上门，告诉他我的死讯，他哭得撕心裂肺。我不知道是你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为了赶回家给老公庆生，我连夜冒雪回家，没想到遭遇了连环车祸。我被巨大的冲击甩出车外，冰冷的雪和刺骨的疼痛让我痛不欲生，可这都比不过老公给我的伤害。他作为急诊医生，不仅没有挽留我的生命，还亲手判了我的死刑。我的心脏还在跳动，但是我的肾脏被生生剖离，手术刀划破身体的声音是我生前最后记忆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死前的执念，灵魂离体后，我出现在老公林威的身边。他穿着全套手术服，只露出了一双眼睛。2张手术台上，一张躺着全无生机的我，一张躺着他的初恋白月光秦雪。秦雪双眼紧闭，明显已经陷入昏迷。她身上带着各种医疗设备，被关照得无微不至，和旁边无人问津的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林威手里托着的是刚从我身体取出的肾脏，他的眼神是我从未见过的深情。小雪，我终于可以救你了。我站在一边，静静地看着他把我的肾脏放进秦雪的身体。多可笑！我结婚3年的老公，把自己老婆的肾脏给了白月光。我只恨自己当了10年的舔狗，以为自己可以捂热这种人渣的心。当年秦雪为了追富2代，卷走了他的存款，跑到国外。如果不是我一直陪伴着他，他能熬过那段艰难的日子，成为医学新星啊！旁边帮我整理的护士突然惊呼：林医生，这个女人的胳膊上和嫂子一样有胎记，她不会是嫂子吧？我屏住呼吸，仔细盯着林威。如果他发现死去的人是我，会不会有一点点后悔？可林威头都没抬，全神贯注地为秦雪缝合。孟小婉是个什么都不会的家庭主妇，根本不会开车。再说那辆车可是新款，她配吗？如果说刚才还有那么一点期待，现在我的心是真的彻底凉了。我跟她是大学同学，哪里比她差了？如果不是为了照顾她，我会成为家庭主妇吗？至于那辆我不配的车，是我偷偷兼职攒了很久钱为他准备的生日礼物。林医生，我还是觉得，要不然你给嫂子打个电话。护士有些犹豫地看着他，赶紧收拾好，等会儿警察会调查他的身世的，别打扰我做手术。他虽然死了，但是他的器官能救另一个生命，这也算是他的功德。林威温柔地看着秦雪，期待着她的醒来。我笑了，原来这几年的真心全都是为了狗。同床共枕3年，他甚至连我的身体都认不出来。他的心里一直都只有秦雪一个人，哪怕秦雪抛弃了他，哪怕秦雪害得他身无分文，他对秦雪的爱，我从未得到过一次。我还记得有一次他应酬，醉得昏天暗地，是我拖着他回到家，甚至为了他扭伤了脚踝，但是他抱着我，嘴里喊的却一直是秦雪的名字。秦雪手术完成，已经被推出了手术室。林威这个主治医生紧紧地握着他的手，寸步不离。林医生，这次事故伤亡太多，警察一直没来处理那具尸体，怎么办？小护士急匆匆地跑到病房，神色紧张。怎么办？当然是推到太平间等着了。你慌什么？没有人会在意他身上的伤口，过几天一火化，什么都留不下来。
林薇冷漠地回应。就在这时，秦雪突然苏醒了，她看着林薇，有点愣神。林薇，是我，你的手术很成功，以后再也不用担心了。林薇的手还紧紧地攥着秦雪，她好像也丝毫没有察觉，没有任何反抗。你从哪里找到了合适的肾脏？秦雪垂眸，娇弱地叹了一声。林薇，我以为自己要死了，才能放下奢望。如果活下来了，我怕我生出不该有的想法。从哪儿找到了合适的肾脏？看着眼前这对苦命鸳鸯，我真想大笑三声。他们难道真的不知道这肾脏的来源吗？秦雪做了那么多配型，唯一成功的就是被强制配型的我，正好有合适的肾源。秦雪，你命不该绝。秦雪扯出一个苍白的笑容，还好不是孟小婉的，不然我真的是对不起她了。她算什么东西？秦雪，你好好休息，别为她伤神。林薇倒了杯水，安抚着秦雪，她温柔的样子和提起我时的厌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在她眼里，我是个自私自利的女人，明明配型成功，却不愿救秦雪一条性命。可是我家族有尿毒症史，我的肾脏功能也偏弱，我不愿给秦雪换肾，我也想活下去啊！你怎么那么自私？现在肾源那么多，你只需要排队等等，就可以再换一个新的了。我难以置信他会说出这种话，怎么会有人如此理直气壮的道德绑架别人？既然肾源那么多，为什么不让秦雪排队等？回应我的是一个响亮的耳光。林薇恼羞成怒地给了我一巴掌。秦雪身体那么弱，让她等，不是要让她死吗？你等几天怎么了？就算等不到，你少个肾可以做透析呀！你真是个恶毒的女人！就因为我不愿意割下自己的肾脏送人，她就把我钉在了恶毒的耻辱柱上。从那天开始，林薇再也没有回过家。我不知道她在哪里，所有办法都联系不到她。就在这时，我发现自己怀孕了。为了缓和关系，我拿出攒了很久的存款，亲自去林氏的 4S 店提了他最爱的那款车。可没想到，我居然出了车祸。阴差阳错，这颗肾脏还是归了秦雪。好了，别提那个恶毒的女人了。如果不是她自私，你怎么会多受了那么久的苦？林薇抽出手，细心地为秦雪重新压好被子。她没看到秦雪眼底的那抹得意。林薇，你还是不要在我病房待太久了。孟小婉本来就误会咱俩，她那个性格肯定会来医院闹的，对你工作不好。秦雪看起来是在为林薇考虑，其实字字句句都在污蔑我。林薇作为高材生，明明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偏偏她甘之若饴。从秦雪回来的那年开始，这么多年，她只凭这一招就把林薇拿捏得死死的。她不需要太多花样，只要柔柔弱弱地看林薇一眼，她就愿意上当，心甘情愿地为她付出一切，随便她怎么想，我就是愿意待在这里。她不明白我为什么不回家吗？谁愿意和那种贱人待在一个屋檐底下，连一个肾脏都不舍得捐出来，宁可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受苦？这样的女人也该尝尝痛苦的滋味。林薇恶狠狠地斥责完我，又冷笑出声：秦雪，你不知道，今天那个宫体是个车祸死掉的女人，她和孟小婉竟然有同样的胎记，可惜不是她。不过等下我就给她打电话，提醒她，再这么自私下去，下次可能就是她了。听着她恶毒的言论，我恨不得给自己两拳。一想到自己曾经深爱过这样的男人，我就想打开自己的头盖骨，看看里面是不是装的全是水。就算是陌生人，也不能如此残忍吧？这么多年的付出，我就只配得到他这样的对待吗？我伸手打他，却只能穿过他的身体。我说的话，
他也完全听不到，否则我一定会告诉他，那个为了他24小时不关机的手机，他再也打不通了。我这辈子都不会再接他的电话了。他不用惋惜了，死的人就是我。今天林薇值班，往常我都会早早炖好汤送到医院，可是今天我迟迟未到。林薇有点恼怒，她怒气冲冲地给我打电话，居然没打通。我冷笑着看着她。林薇很少给我打电话，有一次送汤的时候，我出了小事故，耽误了很久，她也丝毫不关心。我不会自作多情地以为她是关心我的安全。秦雪现在只能喝点汤水，我做的鸡汤清淡不油腻，正适合秦雪补身体。她只是觉得我耽误了白月光补身体罢了。就在她一肚子怒火撒不出去时，我妈竟然来了。林薇，小婉失踪了。我妈是唯一一个知道我去林氏提车的人。看到新闻报道，高速连环车祸，而我又迟迟未归，电话也无法接通。我妈心急如焚，只好来医院找我老公询问。林薇愣了一下，我以为她当着我妈的面装也要装出一丝担忧，没想到她却破口大骂：怎么现在为了让我回家，连妈妈也骗了？还是说，妈，你为了孟小婉也不要脸皮了？林薇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知不知道她为了你去了林氏，那个高速上发生了车祸？我以为听到这里，林薇怎么也会联想下刚才那具尸体，没想到她的厌恶却更加猖獗。我不想听你在这儿胡扯，你回去告诉孟小婉，不管她说什么，我都不会回家。说完，林薇不顾我妈的苦苦哀求，转身进了办公室，把瘫倒在地的丈母娘关在了门外。妈，咱们回家，咱不求她。我哭得肝肠寸断，想要扶起妈妈，可是我的手只能一次次穿过她的身体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妈才被护士扶起，一瘸一拐地离开了医院。林医生，警察还一直没有带人来认领那具尸体，难道要一直放在太平间吗？小护士明显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，很紧张，又来找林薇报警啊，然后就等着就行了，有家属自然会来认领的。林薇不想插手太多，显然是等着超时后火化，这样就没人知道他做的那些事了。但是让他失望了，其他伤者和死者都很快地联系到了家属，只剩下我，无人认领。事故的第二天一早，警方就抽调警力来到了太平间。作为我的主治医生，林薇也一起前来配合警方工作。我的面容已经完全无法辨认，唯一清晰的就是手腕上的胎记，身上也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。如果我在车里，还容易证明身份，但是我被甩出车外，身上只有一条金项链，被高温烧得看不出形状。这条项链是结婚时林薇送我的礼物。我看了一眼她的手指，上面有一枚闪闪发光的钻戒，这是她和秦雪恋爱时的对戒。为了不摘下这枚对戒，结婚时她死活不愿意给我买婚戒，只用一条细细的金项链就把我娶回了家。法医拿起我的项链，装到了证物袋里，去调查一下，看能不能查到什么痕迹。林薇抬头看了一眼，就移开了视线。我苦笑，别说这条项链已经被烧得看不出本来的样子，就算还完好无缺，恐怕他也未必认得出来。我是若珍宝的定情信物，只不过是他随手买来打发我的玩意罢了。我越发觉得自己真是悲剧，竟然为了这么一个男人付出了自己一生，甚至还为他失去了性命。警察离开后，林薇丝毫没有迟疑，直接去了秦雪的病房。秦雪柔弱地靠在床头，略显苍白的脸上带着笑意。你来啦，你和孟小婉
没有为了我吵架吧？林薇皱了皱眉，吵架？他有什么胆子跟我吵架？说完，他又温柔地摸了摸秦雪的额头，很好，没有发烧，看样子恢复得不错。秦雪，你就是太为别人着想了，你住院手术，他都没有来看望你，不值得你再记挂。只要一想到我竟然娶了那样的女人，我就恶心。那样的女人？哪样的女人？我哭着哭着笑了出来。我每天照顾她的起居，为了她的事业，放弃了自己的一切。这样的我，就那么让她恶心吗？既然心里只有秦雪，她为什么要答应我的表白？为什么要娶我？如果我早知道她心里竟然是这样想我的，我绝对不会痴心妄想，不会非她不嫁。我是爱她，但是我也不是那么卑贱的。可是现在一切都已经晚了，我哪怕已经认清了她丑恶的嘴脸，却没有一点机会可以后悔了。林医生、护士惊慌失措地跑进了病房，慌乱之下，甚至拽掉了秦雪的输液针。林薇心疼地按着秦雪的血管，劈头盖脸地责怪护士：“你怎么那么莽撞？”护士满脸惊慌：“林医生，警方打电话过来，说已经确定了尸体的身份，是你的老婆孟小婉。”林薇铁青着脸，抓住了护士的衣领：“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”护士的声音颤抖着，她求助地看了一眼秦雪，可是秦雪无动于衷，只好硬着头皮重复：“警方说，那具尸体已经做了 DNA 比对，确定了身份，是孟小婉。她当时驾驶了一辆奥迪8，被卡车追尾后撞上了护栏。”秦雪温柔地抓住了林薇的手，让她松开了护士。“林薇，你不要自责，这是一场交通意外，不是你的错。”可是林薇竟然推开了他。可是他当时还没有死啊！他痛苦地捂住胸口，当时他还有呼吸，还没有失去生命体征。可是你等不及了，我才把他的肾脏拿出来的。我早知道是这样，我不会要他的肾脏的。秦雪哭得眼睛通红，拔掉了自己身上的心电监护。我这就去死，我把这条命还给他。你不要痛哭，我还给他。秦雪以退为进，扭头就往窗口跑。林薇拦住了他，但是他显然没有心情和秦雪玩这种你死我活的游戏。小婉已经死了，你好好活下去。他绝望地看了秦雪一眼，跌跌撞撞地离开了病房。林薇一路跑到太平间，却在门口遇到了我的妈妈。她泣不成声，虚弱地靠在门框上，不敢掀开我身上的白布。林薇，你现在相信了，我的小婉死了，死了。林薇颤抖着掀开白布，我的脸已经面目全非，但是我手臂上的胎记让她崩溃了。我的腹部是一道歪歪扭扭的疤痕，丑陋得像一只蜈蚣。为了抢时间给秦雪做手术，她只是敷衍地为我缝合。毕竟一具死尸还需要在乎美丑吗？林薇的手颤巍巍地触摸着那道疤痕，巨大的自责将她淹没。你知道她为什么会出车祸吗？那辆要了小婉命的车是她送给你的生日礼物。她为了让你开心，省吃俭用，偷偷兼职攒钱。你呢？你挖了她的肾脏。我妈的指责，声声泣血。这些话让林薇失去了最后一点力气，她瘫坐在地上，胳膊上青筋暴起，死命地捶着地板。都是我的错，我有罪。老婆，我真的不知道是你呀。他是优秀的医生，那双手是他最珍惜的宝贝。可是现在他仿佛没有痛觉，任由自己的拳头上布满鲜血。可是那又怎样呢？他就算愧疚的自尽，又有什么用呢？我已经死了，我的灵魂漂浮在妈妈身边。虽然我知道她看不到我，可我还是想依偎着她。至于林薇，她的哭喊，她的痛苦，我都无动于衷。以前她但凡有一点点生气，
我都好像天塌了。可是现在看到他这副痛哭流涕的样子，我只觉得恶心和厌恶。林薇想把我葬进他家的祖坟，可是我妈妈拒绝了。她遵循我的生前的愿望，找了一处鲜花盛开的公墓，把我安葬。我妈一边给墓碑旁装饰鲜花，一边低声说我早就说了，林薇不是个好东西，不能托付，你偏要跟他，你死了一了百了了，我可怎么活呀？女儿啊，如果你泉下有灵，睁大眼睛看看，男人的嘴都是骗人的，你死了是如了他的意呀。我心里苦涩，妈妈，我已经明白了，但是我没机会了。我妈没有告诉林薇墓地的地址，就是不想她再来打扰我的清静。但是林薇还是来了，带着秦雪一起。我妈气得一巴掌甩在林薇的脸上，我的小婉尸骨未寒，你就带着别的女人来耀武扬威？林薇，你没有心吗？秦雪挡在林薇身前，一抬手把我妈推了个踉跄。阿姨，林薇只是想来送送小婉姐，你不要不识好人心。我妈冷笑一声，拿起旁边带刺的玫瑰，劈头盖脸一顿打。你的身体里是我家小婉的肾脏，你的命是我家小婉给的，谁是好人？你告诉我，谁是好人？林薇她为你做过配型吗？她没有，她假惺惺的爱不过是凯他人以慷。我妈的话太过直白，让林薇的脸上青一片红一片。秦雪拉着她的手，弱弱的辩解，都是我的错，和林薇没有关系。可是阿姨，小婉姐发生了车祸，本来就……她的话还没说完，林薇就急匆匆地打断了她。妈，都怪我，我不知道是小婉，如果我知道，我一定全力抢救她。看着他俩这副为对方辩驳的嘴脸，我厌恶极了。我妈更是转过身去，一句话都不想和他俩再说。你们走吧，不要脏了小婉的墓，天道好轮回，你们会有报应的。林薇，你违背医生的职业道德，会有法律惩治你。我妈的话音刚落，就被秦雪抓住了衣服。阿姨，你怎么能这么无情呢？我妈甩开秦雪，秦雪站立不稳，一头往墓碑上撞去。林薇情急之下推倒了我妈，我焦急万分，却只能看着我妈重重地摔在地上。林薇这个傻逼，即使我已经死了，即使现在是在我的墓地，她都不能稍微收敛，给我妈一点尊重吗？在她的心里，最重要的永远只有秦雪她一个。秦雪躲在林薇的身后，看着他的眼神缠绵的仿佛能拉丝，看到他这副得意的嘴脸，我恨不得大耳刮子扇死他。我妈扶着墓碑缓缓站起身，嘴角带着冷笑，你的心里果然只有秦雪，你们会不得好死的。林薇一脸愧疚，想要伸手搀扶。对不起，妈，我没想推倒您。秦雪她刚做完手术不久，实在是不能受外伤。林薇手足无措，仿佛她才是受了伤害的苦主。经过刚才的争执，墓地的工作人员也纷纷过来，生怕爆发更激烈的冲突。在众人的围观下，林薇更加尴尬。也是，她作为前夫，带着小三来原配的墓地，能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吗？当着这些外人的面，我妈突然开始说起我生前的事情。你总说小婉只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家庭主妇，可是她是你的同学，你们是考入同一所大学同一个专业的。据我所知，她的成绩还在你之上。在最好的年华里，你要求她辞掉工作，做你的后勤，她同意了。你要求她忠贞不二，删掉所有异性，她同意了。你要求她每天做好3餐，照顾好你，她同意了。然后你事业蒸蒸日上，和初恋纠缠不清，嫌弃她是个黄脸婆。林薇，是不是这样？听着我妈平静的叙述，我心里酸涩难忍，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。
我知道我错了，我就像是被下了降头，一心要感化林薇，等他浪子回头。但是浪子怎么会回头呢？渣男他根本就是没有心的。林薇被我妈说得无地自容，扑通一声跪倒在我妈面前：“妈，我知道错了，小婉不在了，以后我就是您的儿子，以后我给你养老送终。”我妈看着他，突然抬头看向墓园门口，露出了笑容：“你恐怕没办法给我养老送终了，你的报应来了。”话音刚落，几个警察已经走到眼前。“秦雪对吧？跟我们回所里了解一下情况。”林薇还没有反应过来，秦雪已经迅速起身，扭头就跑。看着警察去追，林薇赶忙拉住旁边一个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？孟小婉已经死了，她生前签过器官捐献协议，我摘取她的肾脏是合法的，而且这些跟秦雪都没有关系。”我苦笑：“没错，如果是陌生人，林薇确实是违法了，可她摘取我的肾脏确实是合理合法的。当年我拒绝为孟小婉捐献，林薇以离婚相威胁，逼我签下了器官捐献协议。可我没想到，我真的会死啊！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警察摇了摇头，我们找秦雪调查的不是这件事，而是他伙同其他人在孟小婉的车上动了手脚，导致孟小婉刹车失控。虽然是连环车祸，但如果孟小婉的刹车没有问题，她还是有很大几率生还的。我们怀疑这是一场谋杀。我瞪大了眼睛，难以置信。考驾照、做兼职、攒钱买车，这一切我都瞒着林薇，更不会告诉秦雪。难道她一直盯着我，只是等待着这个机会，让我顺理成章可以遗体捐献？一想到竟然被人如此算计，我毛骨悚然。秦雪已经被警察押回来了，面对了警察的控诉，她一言不发，显然已经默认了。林薇看着秦雪，满脸难以置信：“秦雪，你只是被动接受了捐献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巧合？你不知道吗？”我妈轻飘飘的一句话，让林薇彻底破防。为什么？何止林薇想知道，围观的众人都想知道。这个小三真歹毒啊！他杀了原配，抢了他的肾脏。听着他们的话，我也觉得自己真是可笑可怜。被背叛、被戴绿帽子已经够惨的了，怎么还能惨成我这样？秦雪像是刚刚反应过来，突然开始否认：“不是我根本不知道孟小婉去了林氏，我在医院住院，我的身体根本什么都做不了。”我妈冷笑一声，突然掏出手机，播放了一段音频。音频里，秦雪正和一个男人讨价还价，10万块，只需要你稍微调一下他的刹车。全场哗然，对着秦雪指指点点。林薇痛苦地用手捂住脸，这一定是个误会。秦雪是个善良的女孩，之前我让小婉捐献，是秦雪拒绝的。我妈一巴掌扇得林薇晕头转向。现在你还为这个女人说话？林薇，你没有心，也没有脑子吗？是啊，在她心里，秦雪就是皎洁的白月光，哪怕证据摆在她脸上了，她也不愿意相信。我们已经掌握了证据，林先生，你还是冷静一下吧。警察的这句话为这场谋杀盖棺定论。林薇痛苦地抓住林雪的肩膀，使劲地摇晃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害死我的妻子？我已经答应你，为你寻找肾源了。你的情况已经稳定，就算没有小婉，你也能再继续等待。为什么要杀了她？林薇双眼血红，声声气血。秦雪使劲挣扎开，躲在警察的身后。我只是想活着，我有什么错？我只想活下去。林薇痛哭大喊。可是小婉已经快要松口了。我只要继续不回家，她迟早会同意给你一颗肾脏的。尿毒症算什么？她可以透析的，
旁边众人纷纷大骂：“什么玩意呀！让老婆捐肾透析！”秦雪充耳不闻，她冷冷地盯着林薇：“你现在装什么深情？是我让他出了车祸，但是他没死，他躺在你的手术台上，还是活的。是你亲手害死了他。”秦雪的话揭开了最后一层遮羞布。林薇跪倒在我的墓碑前，磕得额角血红：“小婉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害了你，我该死。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把你救活。我是医生，我可以救你。”随着警察带走他们，我的灵魂越来越透明。我知道是我的执念开始散了。我一直在努力感化林薇，可是我步步退让的结果是他剖开了我的身体，把我的器官送给秦雪。现在他们终于要得到自己的报应了。秦雪被判处死刑，林薇彻底疯了。她每天游荡在街头，看到女人就喊老婆，每天被各种人殴打。她浑身脏污，半昏迷的时候也在喊我的名字：“小婉，我错了。”可是我一点都不在乎了，下辈子也不要再见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